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出轨的瓜，但别急着吃瓜。今天这颗瓜，瓜皮底下藏的是学术门阀、医学乱象，还有寒门学子的血泪。这个瓜的男主角是原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肖飞，一个行医十几年、履历漂亮、外派过梅奥诊所的精英医生，最后因为出轨、滥情乃至擅离手术台，被老婆实名举报，院方火速开除。可这事真的是一个渣男出轨就能说清楚的吗？不，这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问号。今天的医院还是不是培养医生救死扶伤的地方？我们拼死拼活学医的底层孩子还有没有机会向上爬？先来讲讲这个医疗《甄嬛传》的男女主角。男主肖飞，北大医学部毕业，外科学博士，协和医学院的研究生导师，去过美国梅奥医学中心、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访学，这履历绝对是医学圈的高富帅。可惜他不止高富帅，还是高开房。老婆古萧雅在5年前，对，你没听错，是整整5年前，就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石某女士的孕检单。那天是2019年7月23日的深夜。接下来5年，他没有闹，没有吵，没有曝光，而是悄悄地收集证据。37次开房记录，126条不雅短信，肖飞9次擅离手术台的硬证据。作为女主，她自己也是一位北大医学博士，北京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。不过她还是忍了。为什么？为了女儿，为了面子，也为了保住一个医生的体面。但2025年4月底，她终于决定举报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忍不了一个怀孕6个月的小三要逼宫，要抢抚养权，要和她争财产。从此，一场医疗界的潘多拉魔盒被撕开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肖飞这位泡妞界的外科圣手身边的女性。小三石玉慧，胸外科护士长，2次怀孕没有转正，依然死心塌地。小四董习莹，协和规培生，怀孕6个月，肖飞最宠她，打算离婚后迎娶。另外还有人事处的小姐姐以及徐雪清护士等。据网友爆料，至少有6位女性卷入了这场风暴。我们不说渣，单看精力管理都得给肖飞打个满勤。但你要问，为什么这些女性能进医院，能规培，甚至有人还没学医就能成为医生？别急，让我们一一道来。这次最刺眼的名字是小四董习莹，她的背景一扒，才知道这不是什么白衣天使，是世袭天使。董习莹本科读的不是医学，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，通过所谓推荐制转行医学，直接走进协和肿瘤医院，4年硕博连读毕业，摇身一变成了临床医生。这就是备受争议的4加4培养模式，非医学本科加4年硕博，摇身一变3甲医生。别以为这只是董小姐的特权，网友一扒，发现协和4加4项目的录取名单里，名字像是复制粘贴出来的，什么邱金婷、邱金涵、王宇生、王雨婷、王明、王新宇、王敏轩、王贝敏，这一看就是成套的往里塞。甚至还有园艺专业转医生、小语种转医生的操作。我们不是说跨学科不行，
但你敢想一个本来要去养花种草做翻译的人，最后拿着手术刀切你的肿瘤？更有意思的是，2020年4+4计划只有11人，到了2025年已经29人，速度翻了不止1倍。这干的是什么事儿？说难听点，就是在培养合法的杀手。你以为这是特例？不，这叫学术门阀。看看董小姐的家庭背景，祖上3代学者，爸爸是中野建研院的领导，妈妈是北科大副教授，爷爷外公全是学术泰斗，姑姑、舅舅、姑父、姨妈一水的北科大教职，简直像是把整个北京科技大学开了个家庭分校。你说他优秀，我不反对，但你让我相信他走进协和只是被推荐，那我只能说，我也希望被推荐一把，进清华做院士行吗？中国的学术世袭制不是今天才有，但像这样家族整齐划一、资源高度集中，还能轻易跨专业进3甲抢编制的，简直是对寒门子弟的侮辱。侮辱我的人格，你还侮辱我的智商？你985、211读10年医，还在拼命实习干活，别人园艺本科一转身年薪几十万上岗，还是国家拨款培养的。公平在哪儿？机会在哪儿？所谓的教育公平，是不是被这些门阀玩成了笑话？我们最后要问的是，那些真正为了救人去读医的普通孩子怎么办？4+4的制度下，这些人压根儿挤不进去，即使硬考上，资源早已被上层瓜分。你没钱、没人、没背景，怎么能打得过全家协和的董小姐？一个协和录取人数这么少的单位，连年扩招家族式学者，这不是改革，这是门阀政治在医学界的重生。寒门难出贵子，现在连个主治医师的位置都要拼爹拼姓拼祖坟。你想啊，一个经济学本科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女孩，突然推荐进了医学博士项目，还成了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，这不就像把会计学的学生突然拉去做开颅手术一样离谱。也不是说他没有学习能力，而是你这个路径到底靠的是什么？推荐制，谁推荐的？怎么推荐的？推荐你学博士、做医生、上手术台，还能和导师好上，怀孕了还能继续规培，这推荐的含金量怕是比金子珍贵多了。而他背后的家族更是一场精英大阅兵，一家子都是教授、院士、副教授，从爷爷奶奶到姑姑、舅舅，几乎把北京科技大学包圆了，个个都是学术圈的中流砥柱。你说这种家庭背景走到哪儿不自带光环？在这样资源密集、关系紧密的环境里，董希莹的4+4之路就显得很顺理成章了，顺得让人脊背发凉。什么是4+4？简单说，就是非医学专业本科加协和的博士、硕士连读4年，然后你就能披上白大褂走上手术台，这就叫做跨界医学人才培养。听起来很高级，对吧？其实它背后的问题一点也不高深。首先是医学专业门槛被稀释，本科不学医学，专业背景零基础就能一步到位成为博士，那我们辛辛苦苦从解剖学、病理学熬出来的8年制医学生情何以堪？人家练了8年，你呢？4年经济学，再4年医学，就直接并肩了。再说了，医生这一行是救命的，真的不是开一个 Excel 写份 PPT 就能快速上手解决的。其次，录取和考核的迷雾。
网友们扒出了4+4项目里面大量的雷同的名字，什么王宇生、王宇霆、王明轩、王贝明、李飞宇、李东宇、刘明旭、刘明娟，这一大串，连名字都整出了组团感。尤其是某些名字在名单中出现2次的情况，这不叫巧合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开后门。而且4+4的招生人数从2020年的11人激增到2025年的29人，增长速度堪比传销，甚至有人笑称协和4+4杀人靠学历。你可能会说，那也可能是他们真的优秀啊，谁说非得有背景才对？行，咱们不搞阴谋论，但请问这些人的本科是啥专业？园艺的、小语种的、金融的、哲学的，五花八门。再看他们博士毕业后都去哪儿了？基本都去了大型3甲医院。问题来了，如果你孩子本来是养花种草、园艺本科，突然和你说他要去当外科医生，你敢把命交给他们？当然，可能真的有人学得好，转业后也很牛，但问题是公众没有选择权。你去医院看病，医生白大褂一穿，简介一贴，协和博士，你就下意识的信了。可是谁又告诉你这个协和博士他是不是野路子？他是不是董希莹 2.0 版？你压根儿没法辨别。于是大家就明白了，为什么消费事件能引爆舆论，不是因为这男人渣得多么花样百出，而是因为他的桃色丑闻串起了一整个系统性的问题链。医疗系统的信任崩塌，教育体制的世袭化，精英资源的高度集中，最终都压在了寒门难出贵子这5个字上。而董希莹们资源、人脉、家世背景一应俱全，不用考虑什么努力，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推荐人和一段婚姻就够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场狗血的三角恋，而是上流特权阶层如何吞噬系统公平的现场教学。古医生举报不是因为情绪失控，而是因为他看清了，你再冷、再退、再大度，也换不来尊重，只会被继续侵吞。他拼尽最后的尊严，就是为了给女儿留下一点安全感。可怜吗？当然，但更可恨的是，这个系统的漏洞不仅没有堵住，还在扩大。今天是董希莹，明天呢？更多的4+4的医生正在进入各大医院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手术台上的人是不是园艺转岗的，是不是人事推荐的，是不是白大褂下全是资本权贵的新贵医生。有人说，精英的自律才是社会的底线，但现实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精英不需要自律，他们只需要关系。而寒门子弟哪怕比他们多做出3倍的努力，最终可能连门都进不进去。讽刺吗？是。但更讽刺的是，我们还得去这些人看的医院看病，把命交给他们的速成医学去操刀，这才是这个故事最恐怖的地方。所以这期节目我们说了很多的人名、背景、制度漏洞，不是为了八卦，而是为了让你明白，真正让人寒心的不是消费花心，而是我们面对不公平时的无力感。而这背后的问题，如果我们不盯紧、不追问、不施压，下一次消费事件爆发的时候，受害者可能不是古医生，也不是你，而是你手里的那张病历单。别问怎么又是他们，因为资源只会流向资源，权力只会保护权力，而寒门子弟最多只能成为他们故事里的背景板。可只要还有人敢揭开这层遮羞布，我们就该接过这盏灯照下去。
别让寒门变成木门，别让白大褂沦为挡箭牌。真相也许很刺眼，但至少它还亮着。朋友们，我是趣味不正经，我们下期见。